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Gawen，欢迎大家观看本期内容，分享世界首富的内容。在这之前呢，Gawen先来简单聊两句。各个视频都上传了字幕，主要还是为了做自动翻译，方便繁体和英文的使用者。不过软件刚接触，做的不是特别好，道一声抱歉。现在已经熟悉了，本期之后的内容只会更好。另外说下做这方面内容的原因，之后就不再提了。其一，个人兴趣所在，可能是人，可能是事物。其二，在往期内容中，我有提到过保持积极态度，主动了解学习新事物的重要性，而兴趣正好是最好的老师。同时Gawen在通过了解之后，也希望分享给更多的朋友。当然，并不是往期视频内容不再进行，还是会继续分享的。不过我希望更加多样化。High Network 项目也是本人感兴趣的新事物，所以才拿来分享，共同继续交流学习。以后若有类似的新事物，还是同样会进行类似的细致分享。在观看的朋友们，请留下你的印记，点赞、订阅、小铃铛，你们的支持让我更有动力。闲话少说，开始正片。最近因为 Gawen 又火了一把的伊隆马斯克 Elon Musk， 2021年1月7日，资产超过2000亿，排名第一，刚刚成为全球首富。当然了，这并不是对其感兴趣的原因所在，更重要的是其往日事迹和天才思维方法论让人不禁折服。先来介绍下伊隆马斯克 Elon Musk， 也称埃隆马斯克，1971年出生于南非，同时具有南非、美国、加拿大国籍，并以 SpaceX、特斯拉汽车、PayPal 原 X.com 共同创办人而闻名。马斯克担任 SpaceX 的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设计师，特斯拉汽车首席执行官兼产品架构师，SolarCity 的董事长。他也是现代第一辆可行电动车 Tesla Roadster 的联合设计者之一。这是维基百科进行的概览介绍，估计看到这里有不少人才知道，原来马斯克出生于南非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马斯克家庭一般，可别一提非洲就觉得所有人都穷，还是有富人的。其父亲 Elon Musk 是一个电动机械工程师，母亲为 Holtman Musk 是一位模特，外祖父是一位冒险家。妹年幼时，一家人乘坐私人飞机从加拿大飞至南非探险，并定居于此，之后才有了马斯克父母的结合及其出生。可以说，马斯克完美继承了家族的强大基因，过人的思考能力，无限的创想，吸引眼球的魅力，不放弃的探索精神，强大的意志力，现实中的天才啊，对不对？各位朋友，这些才是我想对其了解的原因。一、幼年及求学阶段，马斯克的天才从小就表现了出来。马斯克在10岁那年，家里给他买了第一台电脑，并自学了编程。12岁时，以500美元出售了自己的第一个名为 Blackstar 一个太空小游戏的商业软件。是的，12岁就编程制作了成品游戏，自食其力了，就是这么强大。Gawen的年纪貌似还在看动画片，不能比。17岁，1988年高中毕业后，为了避免南非的强制兵役，离开了南非，因此在之后的求学过程中，并未受到父母的经济资助。马斯克大学学习了商业和物理，获得经济学、物理学双学士学位，接着在入学斯坦福大学2天之后就辍学，因为时值 Windows 95发布，他有了关于 IT 的新想法，放弃了原本攻读应用物理和材料科学博士学位的打算。2、商业阶段，紧接着将自己的新想法开始涉足商业，和兄弟 Kimball Musk 创建 Zip2项目，一个为新闻机构开发的在线出版软体，转投以 3.07 亿美元现金和3400万美元股票期权出售，获得了第一桶大额资金。之后创办网上付费机制即 X.com， 之后与 PayPal 合并，然后又出售，以15亿美元的价格被eBay收购。同年还创立了 SpaceX 私人太空发射公司。在接下来继续开启马斯克开挂般的人生，布局涉足电动汽车行业特斯拉，能源行业 SolarCity， 隧道基础建设 The Boring Company， 人工智能行业非营利性组织 OpenAI， 神经科技 Neuralink，还在进行超回路列车的科研，直至成为全球首富。看到这里，除了赞叹其层出不穷的新想法和果断的行动力，还能说什么？入学斯坦福大学说放弃就放弃，肯定脑子里有了新想法。前2家公司说卖就卖，都说天才是疯狂的，但是可以肯定天才不是疯子，反而更加清醒，认知分析了利弊，以最坏的打算向着自己的梦想一步步狂奔。3、相关公司简要介绍。在马斯克相关公司中，大家比较熟悉就是 SpaceX 和特斯拉了。1. SpaceX 就是发射火箭的，
只不过是私人性质的企业，但与 NASA 进行合作，有着3000名员工。马斯克将火箭制造做到了极致，以保证安全性和节约成本为设计理念，还成功进行了以发射火箭猎鹰9号进行回收再次利用，大概就是可回收再利用火箭与目标发射火箭捆绑。在可回收火箭完成目标助推任务之后，返回地面，大幅降低成本。另外，在2020年发射载人航天飞船，并成功回收1级推进器，马斯克正在让宇宙航行时代加速靠近我们。2. 特斯拉 Tesla， 马斯克是特斯拉汽车的合伙创始人和总设计师，同时担任 CEO， 带领特斯拉成为市值最高的汽车公司。不仅做了，又做到了极致。是特斯拉研发了什么跨时代的电池吗？不是的，就是普通的松下电池，但是进行了最优结构设计。这就是马斯克的思维，以现有已知条件去求解最优解，达成自己的目的。所以我才说他极其清醒。显然，他不想为了研发高性能电池耗费更长的时间，就是要在短时间形成目前最好解决方式。3. SolarCity 太阳城 SolarCity 是一家专门发展家用光伏发电项目的公司。SolarCity 和特斯拉汽车公司共享电动车电池技术，以降低屋顶太阳能板对地区电网的冲击。在美国也是一家知名的能源公司。4. The Boring Company 无聊公司，简单来说就是负责在地下打洞的，负责基础设施铺建，看似没有什么新意，在我看来更像是对于超回路列车的提前布局，虽然还不能进行超回路列车项目的实施，反正先用作承接目前的基建，还是可以自给自足的。5. Neuralink 这个公司呢，主要是研究脑神经接口的，意在实现计算机辅助人脑解决问题。可以想象将来实现后的场面，人可以拥有电脑的运算能力，可以像好莱坞大片中计算敌人攻击角度。还是先不幻想超人了，也许就不存在老年痴呆了。数据存储于辅助机器，肯定忘不掉，但不得不考虑被不法分子攻击，伪造数据植入很可怕啊。尽管如此，马斯克还是在继续研究，毕竟还是有现实应用的意义的。看到这里，总感觉被带入了想象中的未来，充满了科幻感。什么宇宙航天时代、清洁能源、地下局部真空隧道、亚音速列车、人脑辅助计算机，马斯克节省时间的思考方法，都要让我觉得他是从未来而来，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对人类更大的贡献了。或许这才是天才应有的表现。做到了这些，而马斯克并没有停止脚步，他将公司之间的协同效应又发挥到了极致，想要做到移民火星、制成太阳能汽车、全球无缝隙网络、地下亚音速列车等等，各公司间可利用的条件，更轻量级材料，更清洁的能源，更优化的电池结构，火箭布局卫星。这里再次体现了马斯克简约而又高效的思维，大胆不失方寸的果断。起码卫星已经在布局了，全球的通讯公司都要战战兢兢了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希望各位在敬佩马斯克的同时，能够发现其足以让目前的你学到的东西。下期内容更精彩。